如果有一天全城的人聚在一起，不是為了演唱會，不是為了運動比賽，而是為了看一個人被羞辱、被折磨、被處死，而更詭異的是，這個人曾經醫治病人，餵飽5000人，叫死人復活，但現在他頭戴荊棘冠冕，人們嘲笑他：你不是王嗎？這是一場殘酷的處刑秀。問題是，為什麼那位王一句話都沒有反擊？今天我們走進馬太福音27章27到44節的現場。經文說，羅馬兵丁把耶穌帶進衙門，全體的兵都聚集。你可以想象那畫面，一群士兵圍着一個被鞭打的人，接着他們開始一場諷刺儀式，先給他穿上朱紅色袍子，然後用荊棘編成冠冕戴在他頭上，再給他一根葦子當權杖，最後跪在他面前說：恭喜猶太人的王啊！但下一秒吐口水，拿葦子打他的頭。這不是敬拜，這是嘲諷。人類最殘酷的幽默，常常就是把尊嚴變成笑話。耶穌被帶去一個地方，各各他，意思是髑髏地。為什麼叫這名字？可能因為地形像頭骨，也可能因為那裡常執行死刑。途中，士兵抓了一個人幫忙背十字架，他的名字是西門，來自古利奈，今天北非一帶。他可能只是路過，結果突然被抓來背十字架。歷史有時很奇妙，一個路人突然成為救贖故事的一部分。到了那裡，他們給耶穌喝酒，酒裡混着苦膽，這種酒其實像止痛劑，可以稍微麻痹痛苦，但經文說他嘗了就不肯喝。為什麼？因為他要清醒地承受一切，不是麻醉的犧牲，而是完全的承擔。耶穌被釘十字架，士兵在旁邊做什麼？分他的衣服，還拈鬮抽籤。這畫面非常冷酷，一個人正在慢慢死去，旁邊的人在玩抽獎。十字架常揭露一個真相，人可以對痛苦非常麻木。在十字架上方有一個牌子，這是猶太人的王耶穌，這是羅馬的習慣，寫出罪名。但諷刺的是，這其實是最真實的宣告。他們想羞辱他，卻說出了真相。耶穌兩邊各有一個強盜，左邊一個，右邊一個。王被放在罪犯中間，這正應驗了先知預言，義者被算在罪犯之中。十字架不是王座，但卻成為王登基的地方。路過的人搖頭說：你這拆毀聖殿3日又建造起來的，可以救自己吧？這句話其實是誤解。耶穌說的聖殿是指他的身體，但他們只聽字面。很多時候，人嘲笑信仰，其實只是因為沒真正理解。祭司長、文士、長老也加入嘲笑。他救了別人，不能救自己。這句話非常深刻，正是因為他要救別人，所以不能救自己。如果他從十字架下來，人類就沒有救贖，甚至連旁邊的強盜也譏笑他。想象一下，一個正在被處死的人，還在嘲笑另一個被處死的人。十字架下的世界充滿諷刺，整段故事有一個巨大張力，所有人都在說：如果你是神的兒子，就下來。但耶穌沒有下來，不是因為不能，而是因為他選擇留下來完成救贖。力量不在於逃離痛苦，而在於為愛承受痛苦。很多人說，如果神存在，為什麼世界有苦難？但十字架給出另一個答案：神沒有遠遠看着苦難，他進入苦難，甚至承受最羞辱的死。這不是遠距離的愛，是流血的愛。
那一天，士兵以為他們在玩笑，群眾以為他們在看戲，宗教領袖以為他們贏了，但沒有人知道，歷史正在翻頁。那位戴荊棘冠冕的王沒有從十字架下來，因為如果他下來，我們就永遠上不去。